作为一个社恐 UP， 但凡遇到熟人，我都会瞬间装瞎。回家路上，如果邻居走在前面，原本走路带风的我立马变成怠速，或者故意多走2步绕远路。如果迎面走过来一个熟人，为了不让他发现，我会立马拿出手机，低下头，假装没看到他。电梯里如果碰到一个半生不熟的同事，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他突然的关心，呸，突然打招呼。俺也一样，俺也一样。如果你觉得我有病，那你一定体会不到一个社恐本恐的痛苦。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就可劲弹幕1，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虽然我不觉得内向社恐有什么问题，但我发现这个世界是专为外向者设计的，他们跟任何人都聊得来，非常有人缘，追女孩也快，更容易得到领导的认可，升职加薪，甚至跟人吵架也总是占上风。反观社恐的人，经常不说话，不仅显得不合群，甚至还会被说是高冷装叉。即便强迫自己加入他们，也基本插不上话。追女孩总被回复你是个好人，工作总被认为组织协调能力差。你看，真的是有苦说不出啊。今天咱们就看看社恐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让自己从社恐变成社牛。心理学家菲利普·吉马多，很多小伙伴应该知道他，心理学领域的大牛，擅长编写大学心理学教材。他是这么形容社交恐惧者的：社交技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个体，就像刚踏上异乡土地的旅人，他们不懂当地的语言，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这一点感触很深，就好比我不会打游戏，然后身边的朋友都在聊什么开黑、排位、巅峰赛之类的，我就只能在旁边跟傻子一样干点头。当然，社交恐惧者还会因为害怕外界的消极评价而对社交产生浑身难受的感觉，然后表现出退缩、回避的行为。《社交恐惧心理学》一书中列举了4个社恐者害怕的社交场景。1、公共场合，包括面试、上台发言、表演之类的。虽然这种情况大家都会紧张，但是正常人会在进行过程中克服恐惧感，社恐的小伙伴就不行，没法控制自己的想法和身体。比如面试之前明明准备得很充分，但开始之后脑子一片空白，紧张的语无伦次，结束后又抱怨自己嘴笨。2、寒暄互动，就是咱们开头提到的，与不熟的同事、邻居闲聊，或者跟陌生人打交道，特别害怕自己的表现不好出现冷场。比如我去买衣服，如果导购员过来给我介绍，我就只想着赶紧买完走人。3、表达意见，包括拒绝他人请求或者向他人提意见、提要求。表达异议的时候，为了不让彼此尴尬，很容易妥协。我之前上班甚至找财务报销都不好意思，明明是报销自己的钱，搞得像借钱一样。4、观察场景，就是别人看着你会让你不自在。比如我上课迟到了，然后全班人都看着我，为了杜绝这种情况，我都是直接旷课。Nice。还有这不马上放假回家，村口的大爷大妈老远就盯着我，每次我都感觉自己是个稀有物种。这4种场合恰好也是社交恐惧的4个等级。如果你对第4个场景感到强烈的恐惧和排斥，那你对所有的社交场景都会恐惧。哪些人容易社交恐惧呢？一般是这4种：自卑、自我评价低的人，高度敏感者、完美主义者和内向的人。如果你不是上面4类人，但是在一些社交场合中经常出现下面4个特征，十有八九也是社交恐惧症。1、身体特征，比如瞬间脸红、害发烫、心跳加速、头晕目眩、出汗、颤抖、全身发软，甚至站都站不稳。2、思想特征，在社交前大脑就上演了一出大型悬疑剧，一会儿脸红怎么办？发挥差怎么办？我为什么要来这儿？社交过程中也是频繁的思想斗争，那个人是在笑我吗？这会儿气氛又尴尬了，结束后也没好到哪儿去，刚才怎么这么笨？应该这样说才对啊。3、行为特征，比如目光游离不定，避免与别人对视，比如找其他事情回避尴尬，再比如躲到角落里，以免被别人关注到。4、情绪特征，就是紧张、焦虑、自卑，对自己失望。我之前甚至电话一响就生气，有什么事非得打电话说，就不能不说吗？其实我们能看出来，上面4种高发人群也能说明一些社恐的原因，但如果要寻根究底的话，我觉得是下面3个原因。1、生理原因，从生理角度来看，社恐跟大脑中的杏仁核和神经递质中的血清素有关。杏仁核咱们都知道，长得跟杏仁一样，负责产生、识别和调节情绪，被称为是恐惧中枢。它就像是个感应器，根据情绪线索快速做出判断。但如果这个感应器过度敏感，就会把社交中的陌生、不自在的信号判断为潜在的危险，然后调动身体的其他系统来对抗这种危险。血清素是快乐情绪的神经传导物质，可以控制情绪，缓解焦虑。血清素失调就会让人变得容易恐惧、抑郁、焦躁不安。2、进化结果，社交恐惧症其实是恐惧症的一个亚型，而恐惧这种情绪能在进化过程中被保留下来，是有利于物种的生存和繁衍的。比如陌生的环境会让人感到恐惧，所以原始人很早就知道躲在树上或者固定的洞里，这是一种生存适应策略。社交恐惧也是一样，我们会发现让人恐惧的社交场合一般要面对的是陌生的、不熟悉的人。如果大家关系好的穿一条裤子，肯定不会恐惧，对吧？另外，大部分人的社交恐惧都是后天习得的，
连续几次社交不顺利，基于生存的需求，后面就会趋利避害。所以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必排斥社恐，相反可以想办法利用它。3. 环境影响。这个环境主要来自于原生家庭，可能有3种影响方式：一、父母的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父母有社交恐惧，不经常与别人接触，孩子也会认为这种行为更安全。2. 父母将自己的焦虑强加给孩子。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听爸妈说，外面都是坏人，别乱跑，小心别人打你。3. 父母对孩子要求过于严格，这样的话孩子就会过度关注父母的需求，对人际关系变得极其敏感。第一步，先改变错误的思维。咱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一、少点内心戏。社恐者往往在心理上演各种戏码，但其实每个人只有一小部分时间精力是留给其他人的，大家都只关注自己，就像大合照，咱们都只关注自己好不好看，对吧？所以别想太多，没人会在意。2. 别怕不完美。事实上，越是完美的人，越让人产生距离感，反倒是有点小毛病、小缺点才更可爱。这在心理学上叫做犯错误效应，适当的露出瑕疵会更受欢迎。3. 不钻牛角尖。社恐者会盯着自己的一点小失误，然后否定整个社交过程。心理学家爱丽丝有个情绪 ABC 理论，就是说事情并不是导致结果的直接原因，而是我们对事情产生的信念。所以不要放大小失误，过分消极，错了1分，那不是还有99分吗？对吧？第二步，用适合的方式社交，不要把社交当成负担，而是用适合自己的方式社交。这样的话，社恐者就不再是异类，而是比较普通的那一位。比如我不太喜欢见面、电话这种同步交流模式，但微信、邮件这些异步交流模式就没有问题。这就是一个切入点，经常用异步交流模式锻炼，也能提高同步交流的能力。再比如有个概念叫社交距离，社恐者一般习惯的与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不会完全敞开自己，这也没有问题，只要不把它当成负担，控制好社交距离，反而有助于消除社恐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有一点是屏蔽过度刺激，有些人如果一天沟通次数太多，就会懒得说话。社恐的小伙伴也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社交限额，如果超了就休息一下，如果没到，放松的心情会消除恐惧感。第3步，心理学训练方法。有些心理学也可以改善社交恐惧，这里给大家分享2个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一、系统脱敏法。系统脱敏法又叫做交互移植法，脱敏的意思就是原来能刺激你的，现在刺激不到你了。系统脱敏法有3个步骤：一、划定恐惧等级，把各种社交场景列出来，然后根据自己的害怕程度排个序。2、想象训练，挑选等级最低的社交场景，想象自己就在里边，感到恐惧的时候停下来放松，然后再进入，重复多次，直到这个场景刺激不到你了，就进入下一个等级较高的场景。3、现实训练，想象完所有的场景之后，就去现实的场景训练，还是从等级最低的场景开始，一个个进行脱敏训练。训练完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适应能力和承受能力都变得很强，甚至有点社交牛叉。2、认知行为疗法。这个方法刚好用到上面提到的情绪 ABC 理论。情绪和行为并不是由事件直接导致的，而是由我们对事件的评价和信念导致的。这个方法就是让我们改变信念。第一步，识别社恐来源，看看哪些场合、什么情况导致的恐惧。第二步，挑战自动思维，也就是习惯性的负面评价和信念。可以通过几个反问句：我确定是这样的结果吗？有什么证据吗？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朝好的方向想会有什么结果？第3步，认知重建。质疑过后，大脑会出现一些积极的想法，这个时候再结合一些强化训练，就能反向重建认知。比如缩小注意范围，只关注当前做的，忽略大脑想的，比如调整呼吸、放松肌肉等等。如果把这2个方法一起用，亲测效果会更好。通过上面几个步骤基本能摆脱社交恐惧的问题。当然并不是说非得强迫自己去社交，相信很多小伙伴跟我一样不喜欢社交，只是说在一些避免不了的社交场景出现时，不至于让自己太紧张和焦虑，这就够了。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